印度光辉战机坠毁的消息在印度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，这让一向要强的油管5常之一印度还怎么面对其他油管4常？最好笑的是，很多印度网友请求大家不要浏览类似的新闻，不要让新闻继续传播，甚至很多印度网友反而把这个事儿当成一个正面新闻。什么情况？这还成了一个正面新闻？不得不佩服印度人的脑回路。这里微笑给大家展示一下点赞高的评论，印度网友是怎么把这个事儿当正面新闻的。印度网友主要把飞行员的英勇，明知道战机漏油还是坚持起飞表演，当做印度军人铁血的精神。你要这样想，我也没啥话可说了。甲亢姐全程无精打采地报道了这个新闻，其中还吐槽了一下巴基斯坦。原话是这样的：巴基斯坦所谓的记者和网络喷子发起了一场运动，底下网友也是毫不客气地回复。想象一下，如果 J10 坠毁了，他接下来3年每小时都会尖叫一次。就在几天前，印度社交媒体还在嘲讽 JF-17战机，说它因为不可靠而无法飞行，而光辉战机却屹立不倒。当印度出现问题时，印度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去寻找其他国家有没有发生过同样的情况。全世界有193个国家，只要找到一个类似的事件，就说明印度又赢了。话说回来，印度光辉战机33年磨一剑，就算是个3流国家，再怎么着也该成型了吧？为什么还能屡次坠毁，连基础的飞行表演都能玩砸？按道理说，印度也是个准大国，对吧？以前咱们印吹高晓松可没少给印度贴金，一个耗费33年的战机怎么沦落至此？40年摔了1000架战斗机的印度空军，他凭什么还敢造光辉呢？不管你是苏联的、美国的、法国的、英国的，不论国籍，不论型号，只要你敢卖，印度人家就敢摔。在40年的和平时间里，摔了上千架飞机，凭一己之力拉动了全世界航空航天的 GDP。大家好，我是微笑，今天带大家一起看看印度40年的光辉岁月。其实印度的航天业起步非常早，1932年人家就有独立的空军了。要知道，美国1942年才有独立的空军，在此之前人家叫陆军航空队。而且现在印度最大的航空公司已经快是个100年企业了，这就是印度的斯坦航空，1940年人家就成立了。2战期间没少帮着英美组装飞机，1951年更是独立研发出来一台螺旋式的教练机，1952年又帮着英国人组装了喷气式战斗机。所以就这履历，他要是还不飘，你说他还是印度人吗？恰赶上这个时候，尼赫鲁总算是把甘地给熬死了，他上台了，组织了第一个5年计划，就提出目标了，我们要开始全面的工业化，建立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。这么大一个国家自己不能造战斗机，那像话吗？咱都有这么多丰富的经验了，造必须得造，而且造就得造最好的，咱得造那个超音速战斗机。跟这空军一碰头，提出了一些小要求，比如说最大升空需要达到18000米以上，作战半径呢800公里。又听说最近好像法国出了一台幻影战斗机，据说能开到2马赫，必须得超过它，咱也要2马赫，而且还要有全天候作战的能力，不仅能对天，还得能对地，不仅能做教练机，还能做舰载机。就这个指标大概是什么程度呢？20年以后的美国生产了一款战斗机叫 F-16，勉强达到了它这些小要求，而这个任务就落到了当时印度最高级的航空工程师马达夫·加塔奇身上，就是他主持研制的印度第一款教练机。这算是印度少有的清醒人，他一听这要求，你不跟我扯呢吗？你哪是给我下达任务，你拿我当许愿池王八了，这玩意儿我可整不了。甚至还劝上印度政府了，咱发展航空业得脚踏实地。中国有句古话，一口气吃不成胖子，但这时候的印度政府早就上头了，根本听不进去。什么胖子不胖的呢？咱印度人都吃素，没有胖子。你吃不下去，那咱换人，咱上国外请大神去。不得不说，印度在请人这块确实有两下子，他把2战期间德国战斗机的主设计师给请过来了，这人叫库尔特·坦克。他来印度以后也是两眼一黑呀，一看这印度啥硬件设施都没有，连个像样的跑道都没有。再一看印度人提那些要求，差点打个飞的就回家了。后来印度政府一看这要求可能确实有点过分，主动降低了要求，才把这设计师给留下来。设计这款飞机的时候印度人还真挺幸运。当时这坦克在2战结束以后他第一站去的是阿根廷，帮着阿根廷设计飞机。但是呢，正好赶上阿根廷经济危机，飞机计划流产了，正好接到印度的邀请，带着这设计图纸来印度了。改吧改吧，就成为了后来印度的风神战斗机。
再加上这时候的印度人对于国产也没有那么大的执念，发动了自己的被动技能，开始一路买。所以这款飞机从研发到出品那叫一个快，1956年立项，1963年就完成了首飞。但是呢，研究太快了，难免会出现一些小问题。就航速太快的时候，这座舱盖容易脱落这个事儿吧，印度政府能忍，但是那飞行员忍不了了。那机舱盖都脱落了，飞行员也飞出去了。在这飞行员强烈的抗议之下，开始对这个进行改进。而且后来又发现新问题了，火炮发射的时候，发射2枚导弹以后，那瞄准器就有问题，你得重新调整。而且如果你把这4门火炮同时发射的时候，就会触发之前的被动技能，机舱盖会再次脱落，而且发动机动力还不足。这个倒不赖别人，主要是印度政府没舍得钱。风神呢装备了2台没有加力装置的发动机。什么叫加力装置呢？你可以理解为跑卡丁车里那个氮气加速，就是在发动机的尾部安一个助燃装置，能够大幅提高推力。本来印度人呢也想买这加力装置，结果被英国人敲竹杠了，说我这加力装置研发经费不够了，你再给我拿1300万英镑。印度人一听，当时就不乐意了，就是我敲别人竹杠，你还敲上我了，秉承了该省省该花的原则，断然拒绝了。没有事，咱没有助力装置的发动机照样用。但巧的是，就因为这1300万英镑没舍得花，那印度空军事后肠子都悔青了。因为这发动机问题一直困扰着风神战机，一直到他退役都没解决。所以从这以后，印度人就长记性了，不能因小失大，该花咱得花。再有外国公司跟他说要追加投资，完全不要思考，先同意再说。所以这才有了后来印度人花1美元买航空母舰，让俄罗斯人敲了30亿的竹杠。跟其实在这儿呢，这段故事也挺有意思。以后呢，咱有机会再讲。尽管这款战机呢有很多毛病，但是呢，在当时那个年代，能生产出这样的战机，那全世界就没几个国家能产出来。而且对付这巴基斯坦那是绰绰有余了，在后来的印巴冲突之中，也算是立下了汗马功劳。这个时候呢，印度的航天业那肯定是领先的。但是呢，咱之前就讲过，印度在70年代的时候搓了1枚蘑菇弹，这一下遭到了西方的制裁。原本就是万国造的这风神呐，零件都有点配不齐了。再加上因为制裁的原因，很多在印度工作的这些设计师、工程师啊，纷纷的离开了印度，让这风神战机就变得越来越有印度味儿了。所以隔3差5就得摔2架，尝尝咸淡。印度空军也受不了了，再加上这发动机问题也一直没有解决。终于在1982年，这风神飞机啊，总算是退役了。但是还是那句话，我这么大个国家，没有自主研发的飞机，那能行吗？就这样，光辉飞机的项目正式上马了。而这款飞机制造跟设计的重任，自然而然就交到了印度最大的航空公司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的身上。而这个公司那可绝对不是一般的货色，人家有一个响当当的绰号——寡妇制造者。因为但凡由印度斯坦航空大修过的飞机，就没有不摔的，包括但不限于大修过8架米格21，摔了8架；大修过4架幻影2000，摔了4架；大修过3架米格29，摔了3架。命中率100%，无一幸免。这个准确率我无话可说。人说怎么印度人就不能换一家吗？换不了，因为印度就这么一家能够维修的航空公司，至少它修完能飞起来再摔，你别的公司修完都飞不起来。而且它不仅在修理方面非常出色，人家组装方面也是一把好手。在印度的空军历史上，使用最多的一款飞机是米格21，前后呢用过1000多架，其中由这斯坦航空公司负责组装了600多架，400多架都摔了。就这斯坦航空还狡辩呢，说那跟我没关系，主要是米格21太老了。这个话呢，你要这么说也没毛病，毕竟那米格21 1956年出厂的，到现在眼瞅着快70了。但是后来的新飞机也没耽误它摔呀，在2001年的时候引进了200多架苏30，把生产线都给买回来了。其实最开始的时候，俄罗斯人根本就没想把生产线卖给印度，因为他就怕他整不明白，担心他出事儿，但最后还是没拦住。因为印度人在买飞机的时候发现个问题，你们卖给中国的飞机都是让他自己去组装，你卖给我就整架的卖，这一点大毛你太不厚道了。俄罗斯这时候也挺冤，开始劝印度人了，不是我不想卖你，我是怕你整不了。印度一听，那小暴脾气就上来了，什么我整不了？龙国都能整，凭什么我整不了？我看你就想挣我钱，你都坑我那么多钱了，我要个生产线，你还跟我磨磨唧唧的。俄罗斯一听，你大爷的，真是好言难劝，该死的鬼啊，你愿意整你自己整去吧。结果一口气生产了200多架，摔了10来架，
而且更神奇的是，咱也不知道印度人这活儿怎么干的。当年他从苏联引进一架飞机呢是4000万，自己生产完以后核算一下成本，变成了6200万，还贵了2000万。所以就这么一个公司，你让它生产光辉飞机，那可不就光会飞了吗？这光辉飞机呢，从70年代就开始研究可行性方案了。1983年正式立项，01年首飞，15年完成了第一架量产机型。咱龙国不有句古话吗？叫10年磨一剑。印度这把好，一口气磨了快40年了，剑都快磨没了。好消息是人家终于利剑出鞘了，坏消息是他再一看，已经没有人玩3代机了，都玩4代机、5代机了。其实吧，如果这款飞机研发速度快点，在90年代，哪怕是2000年前后顺利量产，那也算是一个还凑合的飞机。但是一直拖到现在，一共才生产了几十架，这都2025年了，4代机都满天飞了，这个号称6代机，实际只有3代半的光辉飞机，多少有点不够看了。而与印度光辉飞机形成鲜明对比的，则是咱们的航空制造业。印度在研究光辉飞机的时候呢，正好我们在研究歼10，后来我们歼10量产了，他在研究光辉，后来我们开始研究歼20，他在研究光辉，我们研究预警机，他还在光辉。我们研究运输机，它依旧还在光辉。在40年间，我们的航空制造业已经翻天覆地了。它这边总算是把这光辉飞机给攒出来了。而且更缺德的是，外国媒体故意问印度人说的，龙国造了那么多款飞机，为什么你只做这光辉飞机呢？而更绝的是印度人的回答，你们都说龙国的制造业多么多么好，40年间生产了那么多飞机，在我这儿看来，根本就没有匠心精神。看我们40年如一日打磨我们这款的光辉飞机，这才是真正的匠人精神。你看着没？就咱别的不谈，就三哥这心态就够咱学好几年的，要不人家咋这么快乐呢？聊到这儿，估计有朋友也纳闷了，上次那风神飞机研究7、8年就出来了，这回怎么研究这么长时间呢？因为上次在研究这风神飞机的时候啊，发动机出现了问题，他就来气了，怎么我整个发动机你们推3阻4还不卖我？不卖我拉倒，这把我自己已研究。就这事儿咱听着都新鲜。印度一个连汽车发动机都没研究明白的国家，开始研究起飞机发动机了。而且光研究一个飞机还不满足了，我不仅要自己研究飞机，从飞机设计再到电控火控系统、雷达我都得自己整。心是挺盛，但是哪有那实力啊？研究好几年，最后得出还是那俩字，整不了。但整不了就整不了呗。问题是印度人还特别要强，因为中国行，我也行。如果一上来就发现整不了了，他们直接国外去买会省好多事儿，非得自己亲手试试。我先试试我能不能把图纸画出来，图纸画了几年发现这也整不了，整完图纸我再研究研究，我看看能不能整个发动机出来，整几年又发现还是整不了，那我退而求其次，整整火控系统吧。果然依旧还是整不了，一来二去发现啥也整不了，酷酷就开始疯狂买了。但是你酷酷买，印度人发现不对啊，这玩意儿好歹说是我自主研发的，我多少得研究点啊。所以呢，每次出去采买技术的时候，都带着点自己的工程师，说你看着点，要是这玩意儿你觉得能整，你跟我对个眼神，咱就不买了，咱回去自己研究去。所以就有这么一回，在90年代的时候，印度当时想买一套雷达系统，已经跟瑞典的这个爱立信公司谈好了，带着自己的工程师就过去考察去了。考察完一圈，就开始给那工程师使眼神。那你说印度那工程师哪有不自信的呀？直接就给予了强烈的反馈。放心吧，这玩意儿不过如此 ，easy。那真是应了那句歌词了。确认过眼神，我就是那个能造雷达的人。当时合同都已经准备好了，人掉头就回印度了，开始自己整。但这种故事这么几期下来，那都听多少遍了，最终的结论还是逃不了那3个字，整不了。那整不了咋整啊？接着出去买呗，也不好意思再找这瑞典人了，最后买的以色列的雷达系统。所以呢，印度的工程师自信一回，项目就得往后延2、3年，再自信一回，再延2、3年，延来延去30多年。那你说这还算长吗？而且更要命的是呢，在90年代的时候，印度这边已经彻底放弃自主研发了，基本上都靠买，把这飞机算是快攒出来的时候，印度陆军那边又搓出来个蘑菇蛋，一下又遭到了西方的制裁。这些零件眼瞅着都要装车了，人给拉回去了，就这样买也买不到。这印度没招了，又开始自主研发了，一研发又研发了好几年，总算在2000年前后的时候，终于西方对印度解除了制裁，他又能买新零件了。
2001年技术验证机总算是试飞成功了，这给那印度人感动的是热泪盈眶。印度空军为了庆祝这一壮举，市值120亿，把俄罗斯的苏30生产线给买过来了，因为实在是有点等不起了。而且事实证明，这一举措非常的正确，因为一直等到2015年，印度斯坦航空才交付了第一架光辉飞机。这款飞机那是妥妥的万国造，电控系统是跟法国人学的，发动机买的美国的，雷达火控买的以色列的，弹射座椅买的英国的，武器更是集百家之所长，有法国的、英国的、以色列的、美国的、俄罗斯的，还有印度本土的，就能把这些东西都捏合到一块儿，这也不得不承认是个本事，但代价就是成本出奇的高，单价已经达到了7900万美金。什么概念呢？苏联的5代机才卖6000多万，美国的贵点卖7000多万。而且这款飞机不仅价格高，性能还不咋地呢，钱是一点没砸在性能上，全砸刀把上了。为啥这款飞机价格高？是因为研发周期太长了，原本定好的零件人家都已经准备淘汰了，生产线都准备拆了。印度人一听急眼了，不行啊，你这玩意儿一拆，那我光辉飞机不更没头了吗？行了，你别拆了，我给你多打点钱，一来二去，这成本不就上去了？所以就这么个玩意儿，谁能买它呀？印度空军表示，光辉飞机非常的好用，以后不要再生产了。这人别说，人家已经生产出来了，你能饶得了他吗？既然你不满意我们光辉10，那我们2030的 PPT 也已经做好，任君选择。至此呢，咱们光辉飞机的故事算是讲完了，但印度军工光辉的事迹还远远没有结束，这个咱以后有机会再讲。其实印度军工为什么发展不起来，咱们在之前的视频里面多少都提过一些，有贪腐问题，有印度人的问题，但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。根本原因在我看来，就是因为印度得到这些技术都太容易了。他就像那个地主家的傻儿子，饭来伸手，衣来张口，他想要买个4代机，那全世界国家和飞机恨不得都飞到印度，让他随便挑。所以就相当于一个孩子给他惯坏了，让他总有退路。哎呀，就算我研究不明白，我也可以出去买。而咱们想买个模型，人都不卖，咱们没办法，只能搞自主研发。这条路一条道走到黑。不过好在现在已经轻舟已过万重山了。最后，微笑希望得到你的订阅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